这个男人今晚居然抱了一个美女回到了自己的家中。他脱下外套，怕美女着凉，急忙给美女盖上。盖完之后，又低头将自己的衣服扣上。解救完自己，他上前2步，看了看床上的美女。他此时也有一些紧张。他说：“我帮你把项链解开，这样你睡觉能舒服一些。”便3、2下解开了项链。而床上这个睡得昏迷不醒的女人叫金波，这个男人却是她的追求者。男人放下项链之后，看了看床上躺的金波，内心真是激动不已。这个女人他已经喜欢许久了，但是女人一直对他不假辞色，而女人此时正躺在他的床上，一动也不能动，他的内心有些蠢蠢欲动了。女人翻了一个身，都将他吓了一跳。而男人看了看金波，简直紧张的直吞口水。他缓缓地弯下腰，2个手拄在美女金波的胸前，上前就想亲她一下。但是到最后，他还是阻止了自己的行为。他想，我不能趁人之危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最后，他控制住了自己，给楼下林阿姨打了电话，让林阿姨上来给金波换一下衣服。而趁着林阿姨上来之功夫，他看了看金波，终于下定决心，还是亲一口吧。他弯下腰，伸起头，直接在金波的额头上亲了一下，然后开心地说了一句晚安，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卧室。而醉醺醺的金波已经意识陷入昏沉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第二天早上，休息了一晚的金波此时也清醒过来了。他熟练地在床上滚了几下，然后睁开了眼睛。但睁开眼睛的金波却发现这个房间有些陌生了。他疑惑地转过了头，又看了看身后，发现这不是他的房间呢。他的心里有些着急，也有些害怕。看了看床头上的照片，还好，原来是熟人。此时的金波也有些抓狂，他四下找着男人的身影，而男人从他的身后走了过来，并且端了一份早餐给金波。金波看到男人，直接没有好气地说：“你个流氓，趁人之危！你说你要送我回家的。”而男人却表示：“你走到半路就吐了，我只能把你带回我家。到了我家你就睡着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一看你睡得香，所以……”而金波低头一看，直问他的衣服呢？男人表示洗了，给他放在那儿了。而金波一脸尴尬地问：“你给我换的吗？”男人表示是林阿姨给换的，他可什么都没做，而且早上还给他带了一份早餐来。此时男人对着金波大声地坦诚说：“我承认，我之前带过别的女人回家，但是我对你是认真的。”男人解释完，心里也有些不开心，便坐在了床头。金波看着男人问：“他的手机呢？”男人表示在抽屉里了。他怕自己会偷看，又看金波睡得香，就给金波关机了。而金波拿出手机，开机一看，居然有好多的未接电话，而且不是别人，正是他妈妈打的。而男人家门口，金波的妈妈此时找上了门来，自己的女儿居然昨晚一夜都没有回家，她可真是急坏了呀。没有办法，她只能找自己的老朋友来帮忙了。而她的老朋友不是别人，正是男人的爸爸。屋内，男人听见门铃响，急忙跑到外面，发现不是别人之后，赶忙将金波藏在了卫生间里。而门外此时还传来他爸爸的叫喊声：“李尚，李尚！”李尚爸爸还在劝着金波的妈妈说：“你别着急，有什么问题慢慢说，千万别再闹僵了。”正说着，李尚打开了门，男人一脸微笑说：“花姨你来了。”而花姨却说：“我们家金波在哪儿了？怎么找不见了吗？这一晚上都没回来呀。”而李尚却表示，昨晚金波有个手术，一定要他去，然后他就去了。而花姨还疑惑，那为什么打电话关机呢？李尚表示，可能怕打扰你们休息吧。听到这里，花姨的心也放下一半。她说昨晚她一宿几乎都没睡，今早刚一睁眼就来找你李叔了，说这得找李尚要人呢。男人只能尴尬地解释说没有事情，估计是金波的手机没电了，而且一再保证金波是回医院了，
而且是他送的。男人爸爸直说，既然这样，咱们回家吧。而花姨笑了笑说，来都来了。李尚一听说那既然来都来了，就进来看看吧。花姨心想，总算领会我的意思了，我就是想进来参观参观你小子的房子。男人在前方领路，这个花姨在后面跟着。走到玄关的位置，花姨还问用不用脱鞋。李尚赶忙说不用不用。花姨看着这大大的客厅，直说真气派呀。男人李尚还在那边介绍说，这边可以吃饭，那边有个小花园，旁边还可以跑步。就在花姨要上楼的时候，李尚说上面是卧室，因为金波就在楼上的卫生间里。男人李尚是十分害怕，是十分不想让花姨上楼的，但花姨明显没有尽兴。即使李尚说他的楼上非常乱，他刚醒都没有收拾，花姨还是没有打消念头。没有办法，李尚只能带花姨上楼上参观了。而面对李尚的借口，花姨只说没关系，都这样，年轻人嘛。金波那更乱。紧接着花姨还说，你爸那楼上就搞得可好了，我瞅瞅你这儿。卫生间内，金波简直吓得心惊胆战。如果让他妈妈发现他居然在李尚的屋子里，结局内容可想而知。金波妈妈先是看了看卧室，男人李尚也在旁边介绍着，说这儿特别乱，上面还有个阁楼。紧接着就想让阿姨下楼，但花姨此时却闻到了一股香水味儿。她看了看男人说，香水味儿。李尚一脸尴尬，说香？我胆的香水味儿？我平时特别喜欢健身，容易出汗，所以……而花姨顺势看向李尚的身后，发现居然是一扇镂空的门。她问这是哪儿？李尚说是洗手间。因为金波就在门内，李尚赶忙阻止，说门坏了，他打不开。花姨完全不听，3、2下就打开了门，然后看了看卫生间内，发现装修的可是真不错呀。旁边李尚的心都要从嗓子眼吐出来了。而花姨还在感叹，这浴缸真大呀，洗2个人都没问题呀。李尚发现金波没在这之后，终于放心了，还解释说这个浴缸是他特意托人从法国订的，质量好。而花姨笑着说，太奢侈了。花姨观察完，终于心满意足了。而金波藏在哪里呢？他没藏在别的地方，正躺在那个大浴缸里。走到外面，李叔对着花姨说，花花，书房没什么好看的了。而金波妈妈笑了笑，对李尚说，你看你李叔把我说的，还没有什么看的了，意思是我什么都没见过呗。李尚赶忙打圆场，说花姨，要不咱们下楼喝杯茶吧。花姨却表示不用了。但李叔说，那听你的，咱们就离开吧。而在浴室内，金波也终于从浴缸里爬了出来。他心想，妈妈终于走了呀。